Hello，大家好，上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了 ComfyUI 的本地部署和纹身图工作流最基本的一个使用。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在 ComfyUI 这个界面里边自己去搭建一套这样的一个纹身图工作流，怎么去操作？我们先清空一下这个界面，点这里 Clear 清空就可以了，然后再去添加自己所需要的节点。添加之前，我们先回到这个 WebUI 这个界面，我们看一下纹身图它生成图片所需要的一些最基本的板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模型肯定是需要的，然后它的正反向提示词，再往下就是各种参数，比如说采样器、采样迭代部署，然后还有这个图片的尺寸啊、批次呀、CFG 种子这些各种的一些参数，然后以及这里 V 页的这个模型，还有这个输出图片的这个板块。然后我们回到 ComfyUI 这个界面，然后作为新手，我们添加节点，我建议大家先去添加采样器这个节点。我们可以鼠标右击，然后它就有两个选项，第一个 Add Node， 它就是一个添加节点；第二个它是一个添加组。等会儿我们再说这个怎么去运用，我们先添加一下节点，我们点它，然后这里点第一个 Sampling， 它就是添加采样器的。然后采样器它是有两种的，第一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采样器，第二个是一个高级的采样器。作为新手，我们就先掌握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采样器，这个后期再来说。然后我们点这个最基本的采样器，然后这个采样器里边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它的种子，你可以在这里去输入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种子，然后下边这个就是种子它的一个生成方式，它默认的就是这个种子随机，就相当于是我们 WebUI 里边这个种子负一这个意思。然后除了这个，我们点进去，它这里有4种选项，它的生成方式。除了种子随机之外，我们还可以种子固定，对吧？第一个就是种子固定，中间这两个呢，它是根据这里的种子数，然后去做一个增量或者是一个减量。那我们常用的还是这个种子固定和种子随机，然后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就行了。然后下边就是我们采样迭代部署，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然后在下边这里 CFG 提示词相关性，它跟 WebUI 里边是一样的。这个值越大呢，它就跟这个提示词也就越符合；这个值越小，那 AI 发挥的一个空间也就越大。那么这个值它不是越大越好的，我觉得控制在10左右就比较好了。然后下边这个是采样器的一个名字，我们点进去，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采样器，我们可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随机性比较强或者是本地性比较强这两类。然后比如说像这里。Ola 它分为 Ola 和 Ola Ancestral， 这里的这个 Ancestral 呢，它是相当于我们的 WebUI 里边就是这里采样方法这个地方，然后后边的那个 A， 然后除了这个就是带 A 的，还有下边比较多的就是带这个 SDE 的。这两个呢，就是带 A 和 SDE 这个后缀的，都是通过再生成一个随机的噪声，然后加进去，让它随机性更强。所以说，带这个 A 的和 SDE 的这样的标志的话，它就是随机性会更强一些。所以，如果你想生成一些本地性比较强一些，那你就不要去带这个 A 和 SDE。就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这些，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里的一些采样器比较多的一类，就是这个 DPM 这一类。然后 DPM 它主要就是分为3类，一种呢就是这个 DPM， 然后第二类就是这个 DPM-PP，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 DPM++，然后第3类就是 DPM2。就是这3类，那么这3类它有一些什么区别？像这个 DPM， 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就是说采样方法。然后像这个 DPM++ 呢，它是在 DPM 基础上，然后去做了一些改良。然后这个 DPM2呢，它是在这个 DPM 基础上，然后去做了一次迭代。那么这里的 DPM2呢，它生成的一个质量会更高一些，生成的速度是 DPM 的2倍，它生成的时长就会更长一些。下边这里 DPM++ 呢，它是在两者之间，所以像早期一点的 DPM， 一般我不会去选择。这里的 DPM2呢，它生成的时长更长，所以你想讲究效率一点，那我就建议选择这里的 DPM++ 这一类。然后 DPM++ 呢，它又分为好几类，这个 2S、SDE、2M、3M 这几类。它又分为2大类，一个是随机性比较强的，一个是本地性比较强的。如果你想选择本地性比较强的，就是稳定性更强，你就选择这个2M 这一类的。如果你想选择随机性比较强的，你就选择带 A 和 SDE 的，它的一个随机性比较强。那具体选择哪个？我觉得选择这个带 SDE 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具体的大家下来可以去测试一下。然后这里我就不讲这个 DPM 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就是说采样器。这里有 Ola，然后还有 HEUN，
还有这个 LMS， 还有 DDIM 都是属于比较早的一代了，就是这个采样器。然后下边这里还有 UniPC， 它的话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主要的话就是针对一个比较少的那种步数，比如说10步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步数之类，它就可以生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然后这些大家下来都可以去选择，还是比较多的，我就默认吧。然后下边 Scheduler 调度程序就是在每一步去控制噪声量的一个大小，主要分为这几类：标准、Keras 指数、SGM 简单、DDIM。像这里的 SGM 和 DDIM 都是用的比较少的，然后我一般没有去选择。然后像这个标准呢，它就是一个线性的，它一开始就给一个很大的一个噪声量，然后再去逐渐减少。像这里的 Keras 呢，它是一个 S 型的一个指数，它是先小，然后再大再小，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滑的。然后像这个指数型呢，它是一个断崖式的，就不那么平滑。然后像这个简单呢，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进行噪声量的一个分配。作者呢，他这里也说了是写着玩的，一般来说就不怎么去选，选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标准和 Keras， 这里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最后这个 denoise 噪点，它是指在这个采样器中，它的这个步数按照多少个百分比去完成。比如说这里的值是1，它就按照100%的一个步数去完成。总的这里是20步，它就是按照这个20步去完成。如果我们把这个改成0.8，它就是按照总的这个20步的80%，然后也就是16步去完成，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值也不是越小越好，它不能太低了。如果你是0.1啊这种比较低，它可能出的图就是全是噪点，或者是灰蒙蒙的那种感觉。这里的0.8也会出图，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点带灰的感觉。所以如果在纹身图里边，一般我们这个值就不动，就是1不动，然后这个参数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到采样器这里有4个节点，也是我们需要去连接其他节点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第一个是大模型的一个连接，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紫色的这个点，然后鼠标点它往外去拖动，拖到空白的地方，然后你松开鼠标，那就会有下边这些选项。那我们就要去选择这个 checkpoints 这个，然后去添加它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节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可以拖动。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是有连接这样的一个白色的线的，是选中了这个节点的。如果我们在空白地方去点击一下，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线它会变成相对应的一个颜色，就是这里都是紫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就是节点的一个选择。除了这种添加节点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去添加？我们先把这个节点删除，然后我们在空白的这些地方双击鼠标。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搜索你需要的一些节点，当然下边是一些常用的节点，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要加入大模型 checkpoint 这个节点，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加入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大模型节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连接，就是连接这里的 model。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添加方式。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添加正反向提示词的节点，那么这个呢就是正向提示词节点，下边这个是反向提示词。同样的方法，我们就是鼠标点击这个黄色的这个点进行拖动，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选择这个 Clip Text Encode， 这个是一个 Clip 文本编码器，也就是我们的提示词的一个输入，点击，然后这个是一个正向提示词这样的一个节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添加一个反向提示词这样的一个节点，就是这下边这个，同样是点击这个 Clip Text Encode， 然后这样就添加好了。你会发现它的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它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对吧？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去操作？比如说这个反向提示词，我们先清除，然后我们可以鼠标双击去选择这里的 Clip Text Encode， 然后我们再去连接就是这个节点，然后再去连接这里的反向提示词这个节点，这是一种方法。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进行复制，复制有快捷键，我们可以按住键盘的 Alt 键，然后去拖动它就进行复制了。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你选中这个节点 Ctrl C 进行复制，然后在空白处 Ctrl V 进行粘贴也是 OK 的，然后再把这个节点和这个反向提示词这个节点就是连接起来就行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就是节点的话，名字都一样，就是不是很好区分。所以说，我们可以给这个节点重新去命名。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个节点，然后鼠标右击，然后这里有一个 title， 选择它，然后我们在这里去更改它的名字，比如说正向提示词。然后下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鼠标右击 title， 然后这个反向提示词。
这样就可以去更改它的一个名字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给它去上个颜色去区分，比如说选中它，然后鼠标右击，这里有一个 colors， 选中，比如说我们正向提示词用绿色去标注，然后这下边这个反向提示词，我们可以就是鼠标右击 colors， 然后去选择一个红色去标注这个反向提示词，这样就会更明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输入我们想要的一些提示词了。然后除了这个，我们鼠标可以右击，然后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组，这个组呢，我们是可以去更改它的名字的。右击，然后去编辑这个组，然后这里有一个 title， 然后同样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命个名字，比如说提示词，点确定。然后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就是重新弄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提示词这个组，然后放到这边来，然后把这个圈起来，就是框起来，把这个提示词框起来，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拖动这个组，然后去同时去拖动它的正反向提示词了，就是这个非常的简洁。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去设置这个组，然后想去拖动多个节点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你按键盘的 Ctrl 键，然后去选中这些节点，它会白色这样去标记，然后呢你再按 Shift 键，然后去拖动就可以了，这是整体的一个拖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提示词的一个设置，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采样器下边这里有一个 latent image， 然后这是设置图片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节点，同样我们把它拖动出来，然后最下边这个 latent image， 这个就是图片尺寸的一个设置，这是宽高，然后这是一批次出几张图，就是在这里去设置。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往后看这个采样器右边这里的一个节点，它是需要去添加一个 VE 解码器，我们同样把这里拖动出来，然后这个有一个 VE 的一个解码器，我们点它，然后这个就是将我们潜在空间的一张图片，然后还原到真实的一个空间里来，这个是 VE 的一个解码器。接下来就是一个图片的一个输出，我们继续点右边这个节点拖动出来，然后这里就是图片的一个输出，它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保存图片，一个是预览图片。它有什么区别？像这个保存图片的话，你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它会自动保存到文件夹那个 output 这个文件夹里边，就是将图片保存到就是这个 ComfyUI 这个目录里边，这里有一个 output， 就是我们生成的图片，它会自动保存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是保存图片，下边这个是预览图片。这个预览图片的话，它就不会去自动保存了。然后你要去保存的话，就必须手动去右键，然后去保存。比如说我这里就选择预览图片吧。然后这个大小的话，你是可以去调整它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去看图片它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大小的。然后基础的一个设置我们就设置完成了，然后这里我们去测试一下可不可以。比如说像这里的模型，然后我们去选择，我这里就去选择 SDXL Base 模型吧。然后下边这里的提示词我就随便输一个 One Girl 吧。反向提示词我就空着不填。然后这个是采样器里边，我就随机种子，然后采样迭代步数就30步吧。其他我就默认，然后这个宽度我就1024，下边也是1024。然后这里我们就生成一张图，然后其他我们就不动，我们点击这里生成，然后这里它你看它有报错，是什么错误？这里它也有标出来，它会用这个红色的框给你标出来，然后这里的节点都是没有连的，说明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再看一下大模型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节点是没有去连接的，这里有一个 clip。然后肯定是跟这里的 clip 去连接，然后这个点的颜色也是同样一个颜色，所以说我们这个 clip 跟这里的 clip 正向提示词要连接起来，然后同样这里的 clip 和这个反向提示词的这里个 clip 连接起来，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VE， 我们要去跟这个 VE 去连接起来，然后好了之后我们再重新点击这里生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它这里就是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框，就说明在生成了。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生成的这张图了。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纹身图，它的一个设置。然后这里
这个 VE 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直接连接的大模型这里的 VE，也就是说它是使用的大模型自带的 VE 去跑的图。当然，我们有一些大模型它是不带 VE 的，那我们就需要去加载一个自己下载的一个 VE。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断开这个连接大模型的 VE，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 VE，然后拖动出来，在空白处我们去加载一个 VE，就是点击这个。然后我们可以去加载的这个 VE，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使用我们自己的 VE 了，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先清空一下这个，也可以鼠标双击，然后这里就有一个 VE Loader， 这个就是加载我们自己的 VE 的，也是 OK 的。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鼠标右击添加节点，然后这里有一个 Loaders， 点这个，然后去添加这个 Load VE。也是 OK 的，然后再把这个连接起来。这个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 VE 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重新去选择一个模型，选择这个模型吧，提示词这些我们都不变。然后这里的这个大小我要改一下，改成512。同样去生成一张图，然后其他我们都不动。我们点击这里生成。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用自己加载的这个 VE 去生成的这样一张图。然后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纹身图工作流的一个部署，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当然还有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你可以去加载一些大佬他部署好的一些工作流。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官网这边来，然后往下，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些案例，我们点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带高清修复的纹身图、图生图。局部重绘等等一系列的，大家可以下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到这个纹身图里边，然后这里呢，它是纹身图它的一些各种部署，你可以根据这个图片上边去一步一步的部署。然后我们往下看到这个案例这个图片，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保存出来，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吧，给它一个案例，然后保存。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Config UI 这里，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清空的。清空了之后，我们点这个 Load， 去加载我们刚刚保存的那张图片，就是这张图片。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生成这张图片它的一个工作流，它就帮我们部署好了，就是这样的，可以看一下的。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就是投机取巧的方法。当然，我还是希望新手的话自己去部署一遍，就是纹身图的一个工作流，对这个节点有深入的一些了解。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